三哥，你能为他做的，就只有这些了吗？三哥，你要知道，父亲已经违背了先前的承诺。今年二人完婚时，将阁主之位传给于洛，你还有什么能给他？而我可以为他忤逆父亲，夺回玄机阁。你呢？四弟的真心难能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今日之事，我便当从未发生，四弟也莫要再提了。 夏雨露华，夫人，注意安全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？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，等候夫人归来。若我今夜未归，我便在此处等待夫人。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父亲，您既未收回命令，我留在这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这是在以什么身份请我收回命令？你该知道，她是你的三嫂，难道今日你三哥的提醒还不够吗？那又如何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 我只是不明白，您既已许诺将玄机阁交给于洛，如今又为何要反悔？爹，既然您对于洛不公，那我便去为他讨回这个公道。根据玄武这几日的动向。 他要探查消息的对象竟也是沈将军，为何2次天字任务的目标相同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今日我只要打乱玄武的计划，阻止他取得情报。小人有些事叨扰，还请沈将军留步。他们怎么会直接现身？不知壮士拦路，所谓何事？ 并非是我拦路，而是沈将军拦了不该拦的路。我拦了何人之路？将军要想知道，不如现在下去问问阎王，感觉如何？你们卑鄙！将军快走！你家将军中毒比你更深，所以躲在马车里，不敢出来。 竟然不知自己是何时中的毒，阁下好计谋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是玄机阁的人吧？你不必知道。等等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，我的好同僚？不是说不关心我的任务吗？ 为上级办事不分你我，如今深夜前来阻挠，又是为何？玄机阁任务，何来杀人一说？哼，你接的任务还少，自然不懂。一派胡言！玄机阁只认阁主令和任务卷轴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去问家主。不过，也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去问了。 啊！
若不是我上次的天子任务失手，家主又怎会将这交给玄字族的任务放权给下面的人？有毒！是你，小姑娘，你快走！你中了毒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要为了我枉送了性命。有没有毒又何妨？你不过是越级接下天子任务，还真当自己配成为阁主？区地字族也配是我的对手？主人，给我杀！玄清，玄清，玄清，主人，别管我，快走！我不走。玄清还是抗命了。江南孤居无人，小心有诈。玄清，玄清，玄清！玄清，玄清！你不必难过，我这就送你去见他。兄弟们，上！自己的仇，自己报。飞鸟翱翔是自由，鱼游入海是自由。可既然世间有弓箭渔网，那我们眼前的自由，都不过是云烟过眼，俗世皆为樊笼。对我而言，真正的自由，是手里要有刀。
我这是来完成任务的。我看不到你的任务究竟是什么。最近有官员离奇死亡，我从前不知，今日看到你这般行事，恐怕正是你暗度陈仓。是我又怎样？那正是玄机阁的任务。一派胡言！我今日便要为那些人，还有为玄清讨回一个公道。玄机阁有令必达，不问出处。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寻找一把刀，直到后来，我才渐渐明白。我就是那把刀，扰乱玄机阁，让你围杀沈将军，究竟是谁？没有人，我的每一个任务都是玄机阁的任务，没有任何人指使。那你死吧！现在就连你也不在了，你本可以无拘无束，远离这些是非。至少能留在你身边，是我自己要的。我与他不同，是因为我的忠义都系于一人身上。顾玄武已死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。为了你，为了朝夕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你怎么？我说过，我会在此处等夫人归来。
还疼吗？从前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是这般哄我的。夫君脖子上的伤，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伤的。夫君不问我今夜去哪儿了吗？夫人想说之时，自会告诉我。夫人难道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本来是有的，现在不需要了。谢谢。主上，将军的身体已无大碍。那些刺客虽然着装相同，但是那些刺客虽然竭力隐藏身法，但看其刀法，像是军中之人。我查了他们的双手，老茧极为厚重。军营？去军中调查一下，近日可有亡故、失踪或告假之人，顺着这些线索查下去。是。哦，他的那个侍卫原来那天不是负气离开，而是快马加鞭赶去赶回，倒当真是个忠义之人啊。只是他去过江南故居之地，不知是否会回报给他对您不利的消息。你假死离开，不肯回宫，就是为了那个女人？我在苏州见过她，她是玄机阁的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断不能让她离开。无妨。那日遇刺之后，我顺着线索查到顾家，便留下来探查。若当真玄机阁有鬼，如今的玄机阁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只是因为这样，顾家新丧的三少主顾朝夕，与我的面容极为相似，经过探查，他便是当年我们都以为死去的皇兄殷慈。怎么可能？新丧，他已经……难道当年的刺客真的是顾江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顾江、云穗，还有你的母妃涟漪，本就是同门。玄机阁更是你母妃和云穗共同创立。只是他们都爱上了不该爱上的人。涟漪嫁入宫中，你父皇当时并无实权。涟漪便利用玄机阁，为你父皇巩固地位。只是好景不长，你父皇为了地位，还是娶了右相之女。后来，涟漪回天机门祭拜，途中不幸遇刺。快走，夫人！站住！别跑！三妹，来晚了。阿慈，莲兰和阿慈在那边，快去救救他们！好，三妹。等我赶到之时，只救回了襁褓中的你。我当时不停地寻找，始终都没有找到。我没有保护好你的母亲，可辜负了她的嘱托。玄机阁只认阁主令牌。自从顾江接手之后，如今的玄机阁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了。有人欲刺杀你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如果死去的那人真的是殷慈的话，那他的死
必不简单。刚才那个女人牵扯其间，也脱不了干系。你且记得，莫要让顾家任何人知道了你的身份。为今之计，并非是亡羊补牢，而是要查到杀害顾朝夕的真正幕后之人。只是，我们的人在顾府守了这么久，这次天字任务前，连一只苍蝇都没飞进顾府。他们到底是如何接收任务消息的？我让你盯着的那人，查得如何了？还没有线索。有了今日的线索，想必你很快就会查到。去吧。是。现在想来，最先楼老板娘出事当晚，朝夕也在附近。可我隐约觉得，似乎有人一直想引我去查。如果这几起意外当真是玄机阁所为，看来有必要再谈一次玄机阁了。哎，今天怎么不见玄武大人？出任务去了，现在还叫玄武大人，等他回来，说不定得改口叫阁主了。哦，对对对。夫人，夫君，没想到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，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阁中养伤，怎么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夫君这般不避讳，就不怕我叫人来吗？夫人若是不怕人来，恐怕也不会穿这身行装。况且，我想夫人应该不舍得我被抓走吧？那也得看谁先拿到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日在玄机阁的人是你。暗中帮助玄清的人，也是你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有人接传阁，给我追！是。
夫人可别信我。夫君以何身份问我？我知夫君不愿相告，但我亦不希望无辜之人牵扯其中。若你是朝夕，是我当初带回投奔远近的书生，我便断不会将他交给你。但我探查过沈将军过往，沈将军一片赤胆忠心。若说朝中有人可解此局，我只信他。你若是以沈将军幕僚身份前来，便是我要问你，我可以信你吗？诸位夫人，万死不辞。玄机阁天子人物，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。我检查过房间四处，没有暗门，从外面看，也始终没有人进入或打开密匣。既然无法从外面拿走东西，说明机关还是在密匣之下。若这东西是从地下被人偷偷拿走，或许一切都可以说通了。打通这个四通八达的地下暗道，而且还不被人察觉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起。早去。早回。可相思悲，为一个谁？自知往事纷飞，情难追。六道的轮回，参不透是非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逐梦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痛如刀割我心扉。问我两尺眉，生而何罪？笑生佛显微，已无悔。似剑杯，三千泪，为你醉。怎么约我来这里？这里人多眼杂。我托大哥找的人，可有消息？找到了。那几个乞丐偷了一户人家的东西，我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。我已经命人将他们好生安置了。不过，你找几个乞丐做什么？大哥常年走商，人脉广博，玄机阁都未找到的人，竟能被大哥找到。你约我出来，就为了这个？自然不是。这几个人，大哥可要好生保护。云崖寺的事情，我也为你洗脱嫌疑，将斋宴上盗走你香囊的人交给了官府。这些事情，让你那个下人来通报一声就好。为何约我来这里？玄清不是下人。好，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，今日你约我出来，究竟所谓何事？今日有杂耍团表演，逢年关将至，街道上也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听闻晚些会有打铁花表演，大哥可想和我一起看？那些都是四弟喜欢的东西。你约我来看烟火？三弟呢？这几日怎么没见到他？哎，那边打铁花快开始了，走走。哎，行，正好位置去。排你。
大少主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云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，繁华如梦中。夫人，大婚前夕却与别人同饮，莫不是以为我不再回来，已经开始另寻他人？我哪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，自然要做其他安排。夫人在此，我定当回来。若再远行，定告知归期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他在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约顾朝生出来，不就是想让他看到？我们上一次没看成的铁树银花，这一次刚好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哪怕只是虚的欢喜，可以做往后思念的回忆。如果走到半途不再是你，也愿多淋一场彻骨的大雨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？他还在。还在。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夫君此行可还顺利？我已将东西送到沈将军手中，相信不日内便会有好消息传回。夫君对幕后之人可有猜测？不急，夫人可以先收网，毕竟卷轴牵使出来的幕后之人，恐怕也并非主谋。哦，
我离开的这几日，夫人过得可好？怎么我刚一回来，便看到这么一幕？夫君不是早已经猜到了吗？至于戏好不好，还不是得看夫君。大婚之日将近，夫君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。在下身体羸弱，还是要仰仗夫人你的保护。夫人为何突然这么着急，引蛇出洞？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也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向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我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洛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，与阁主大人有关。写信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，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，若你想看打铁花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夫人，早些回来。我去就回。夫君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无论这家主是否是幕后之人，你都暂且过了他这一关。我会在这扶风阁好好等你回来的。待我归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日。夫君，你可要好好做准备。嗯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、愚辱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
去寻玄武了。本来还想和他商量下大婚的细节，父亲怎么这个时候差他去办事？无妨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会告诉他，而且来找过他。三弟也真是沉得住气。如果玄武当真完成了任务，必定会动摇娱乐准阁主的地位。难道三弟就不想为他做点什么？二姐，觉得我该如何？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，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重要。而你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又凭什么只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对一切唾手可得？什么时候？这是小九泉。不，我怎会让你含笑九泉？这是比笑九泉毒性更烈，此毒无药可替，会让人浑身痛苦而亡的毒药。它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让你痛苦至极而亡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会回来？不管你活过来多少次，我能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得了第二次。第二次？是啊，从前那个，就是被我所杀。是你，狼坑。对，是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值钱，这是给夫人的。啊！夫人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狼坑！我把他丢进狼坑，亲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。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你怎么？我怎么会回来？可惜，我本来就没走，就为了将你引出。你没中毒？自然。若是你有意悔改，那这杯中下的只是迷药，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只是可惜，你不但不知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将手足丢下狼坑，看着惨死。你在其后得知大哥也曾买凶，便动了清理杀手，将一切推向他的念头。
只是可惜，你不知道他买凶时，也曾被人看到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没想到你兜了这么大一圈，竟是想将这一切栽赃在我的身上。上！我身上的毒就是拜他所赐，你当真要护他至此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，温霜？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？2日前。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洛，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，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？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。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暴露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
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，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哪里不如他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花灯，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见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啊？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此地一片真心可贵，可你当真问过他到底想要什么吗？我要的是握在我手中的刀，而并非依附旁人的权势。玄机阁的天子任务，是不是与你有关？家主的毒，是不是你所下？你与顾玄武有何干系？我没有给父亲下毒。指使你做这一切的人究竟是谁？我如果不说，是不是就可以永远忘不了我？天子任务一事，想必已见分晓。那个幕后之人，何总管，请吧。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，你究竟是谁？昨日锦衣金不淡，一朝风月梦云飞。忠心何处求申诉？冷眼旁观命已非，铁脸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，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未可为。